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工程图的入门认识篇。那这边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要入门是带大家怎么来看懂工程图，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去建立出来。因为如果我们要建立工程图的话，基本上要有一些工程的底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做的。所以今天呢是要教大家怎么样看得懂工程图。那这里工程图的定义是什么呢？那这边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我们现在都是用 3D 软体在做设计的，为什么还需要出到 2D 的图面呢？那工程图它最主要是用来沟通的，所以图呢它是一个世界语言，所以全世界都通用的。就算你不会别的国家的语言，你出一个工程图它也能够看懂的。所以工程图呢它是一个图。那它最终是要达到沟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图面上呢是要传达什么样的资讯呢？工程图呢它就有一个标准，那我们藉由这个标准呢来延伸，用一个我们比较合适的方式，以达到双方沟通的一个目的。那这里我们会深入浅出的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样看得懂工程图里面的资讯。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角法与投影视图。那介绍这个章节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你对于空间感呢、机械这一块是有没有概念的？我们从视图上，我们就可以很直觉的感觉出来。那一般呢，早期的话都是没有立体图，所以我们是非常仰赖我们看平面图的。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呢，从平面图你可以很直接的想到说它立体图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反过来，我们从立体图你可以想象它的各种视图是什么样的形状，那代表你的空间感是很好的。那空间感好的话，我们对于学机械领域的话就会更上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角法。那台湾主流是第三角法跟第一角法。那这个线的部分呢，就代表它的是投影面。所以第三角法呢，我们会先看到投影面，再看到物体。然后第一角法是先看到物体，我们再看到投影面。所以它投影出来的投影视图呢，角度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各位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投影视图。那投影视图，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说，我们有一个物件，放在一个立方体里面，然后立方体呢，做各种角度的投影，然后再把这个立方体展开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点空间概念，我们才有办法理解到这个形式。那这边没关系，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透过立体图呢，来辅助我们知道说这个物体呢，它的形状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很方便都可以放立体图，甚至各种角度我们都可以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说这个立体图这个零件到底是长怎么样子。那最主要呢，我们在做角法的时候，以第三角法来讲的话，我们最常用的是三视图，三个视图就是前视图、右侧视图以及上视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里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直觉知道，前视图呢，意思就是我们从前面看它的时候，它的形状是什么样。上视图呢，就是我们从上面看它的形状是怎么样。右侧视图呢，一样的道理。那最主流的我们是第三角法，前、右、上。那通常会再多一个等角视图。那其他相对的左、后、下等等呢，就是以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它。那这边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你对于空间感以及投影视图的认识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都理解到投影视图的视角之后，我们来大致上给几个范例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像这个左上呢是一个马达。那这个是一个四幅马达。那四幅马达呢，我们从前视图、上视图以及右侧视图，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试着你把这个立体图把它遮起来。你看这个上视图三个视图呢，其他一样的道理。这三个视图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想象它立体图是长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三个视图遮起来，你单看这个立体图，你有没有把它想象呢？它的三个视图是长怎么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有做过性向测验，你可能对于这一块呢是有一点点概念，有一点印象。我们就是有某一个视图它是空白的，要让你做选择。
那你如果感觉你这一块呢是非常上手的，代表你空间感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三视图啊或是空间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好，那这里这几个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好，那我们来感觉一下三视图的感觉，等一下后面再来介绍其他的一些视图以章节呢，我们会更容易理解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辅助视图。那辅助视图呢，我们从字面上很清楚可以知道，它就是用来辅助用的。一般呢，我们在投影的话都是正垂直，垂直上下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些零件或是物件呢，它可能有倾斜一个角度。那我们再想象一下，假设它是一个单斜面，单斜面你正投影上去之后呢，它这个边一定会变短。那这边可能各位要去理解一下这种感觉。那这里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斜面或是它斜面上的尺寸真实正式的一个尺寸的形状。所以我们需要辅助视图。那辅助视图呢，它就是正垂于我们的这个边线。那投影出来呢，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长度。最主要就是用来辅助我们可能三视图是不够用，没有办法表现这个零件、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我们用到辅助视图，让辅助视图呢辅助我们的零件，然后知道说这个尺寸要怎么去标注它，或者是我们让看的人知道说，原来这里呢它的形状是这样子。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咯。接下来呢是剖面视图跟剖面线。那这一块呢在工程图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视图的。因为我们在剖面视图呢可以处理非常多工程图。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剖面视图呢是非常容易的可以看出我们的零件甚至结构的。所以你在有剖面视图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果你的设计呢是有一些专利或是有些 know-how 在里面的话，你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话，就要小心的使用剖面视图。因为一般如果是同行或是行家，一看你的剖面视图就知道你的设计是怎么做的。那这里如果你有看过专利公报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说里面是有相当多剖面视图的。那其实呢你只要是同领域的，大概看一下它专利里面的剖面视图，你就知道它的设计是怎么做的。所以虽然它很好用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会不小心泄露你的资讯的。这里剖面视图呢很直觉的，它就是把它剖开来，剖开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内部的一些零件的结构。像这里我们示意一下，这是一个轴承，它是一个斜角滚柱轴承。那我们从这个前视图看的话，我们不是很清楚说它内部构造是什么，我们只能知道说它可能有一些钢珠。钢珠的话那又看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做一个剖面视图。剖面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说原来这里呢它是有锥度的，而且它不是钢珠，它是一个滚柱的样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透过剖面视图很清楚知道它里面结构是什么。像这里是一个齿轮，我们从前视图也看不太出来它的内部结构。那我们一旦剖开来，一般剖面视图呢甚至它这里有一个圆孔，我们都可以直接的看出来。然后我们被剖过的剖面视图呢，一般都会再增加剖面线。我们看到剖面线就是这样子，它是倾斜的这个线。这里呢有倾斜的这个线的话，就代表这个地方呢是剖面视图。它是一个半剖面的样子。我们透过这样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剖面视图。它不是单纯的前视图或是上视图，是被剖过的。那这里再讲解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那这边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没有关系。那这边就是大概提一下。那再来我们一般常见的是这样直接剖或横剖。那有时候我们在剖面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像这样子有一个转折点。那转折点的话，我们剖面过来投影过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画出剖面线的。因为我们剖的是这里，这个地方呢垂直的方向我们看不到。所以这里它没有把它显示出来。那一般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转正剖面视图。转正剖面视图就是我们在剖面线的一
一些路径呢，它在转折点呢把它转正过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很直接看到说，转正剖面视图呢剖完之后，它的长度一定会比你的物件还要长。我们从这边看，这是一般的剖面视图，它就是直接投影过来。转正剖面视图呢，我们还要把这边的它的距离呢给它转正，然后再透过这里再转正，所以它会变长啊。那这里它的意思就是整个都剖面过来它连这边就是转正把它投影过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边的一个内部结构是怎么样这个都是有在使用的。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剖面视图它的用法就是在这里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细部放大图。那细部放大图是非常直接它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图来做放大，就像是放大镜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会用到细部放大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的零件呢它可能是非常大型的，然后某一些特征又特别小所以整个图面呢我们看起来相对就会非常的细小像这里示意的，它这是一个皮带轮的皮带钩。那皮带钩的话，我们半剖面，我们刚上一个章节有讲到的是剖面视图。半剖面之后，我们可以得知原来它这里侧边是有皮带钩的但是整体的比例来看又太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透过细部放大图呢，把这个地方局部放大所以局部放大的同时呢，它又把这个没有必要的做裁切那裁切完，我们只要我们想要放大的地方来显示就可以了所以透过这样细部放大图也是非常好用。我们有时候呢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来做标注，因为它太小了，我们不太好标注。我们可以透过细部放大图把它放大甚至说你是在看图的人你看细部放大图呢会比较没有那么吃力。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折断视图。那折断视图一般我们都是用在长形的物件像是什么，像是铁管H 型钢等等这类的管材类铁管类素材类的非常长那断面的尺寸都一样，我们就可以透过折断视图来表示因为它的尺寸呢它可能很长2米3米甚至6米等等的。那我们再放到视图上面的话，那这个断面它的尺寸相对又会变得太小所以我们透过折断视图呢可以让这个地方做一个这样的折断线。那折断线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里到这里呢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一个省略它的总长度我们知道就可以了那还有像是这种线性滑轨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有时候线性滑轨它的长度也是非常长但是那边尺寸断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透过折断视图呢把我们的图面的比例放大，然后呢它又不会超出我们的图页那我们的观看标注美观等等的都会更好那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我们的图面是什么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尺寸标注那这里一般我们的工程图呢，我们都会先看到图示视图。那图示都是先摆放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标注尺寸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尺寸呢？我们一般比较常看到的是标注它边与边或是角度像这里呢是圆，那这个 Y 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圆圆的话圆是9 mm， 那这个4' 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视图呢它总共有4个孔都是 Y9像这里那这里有时候我们在标注的时候会标注它的中心线像这里的 PCD 的意思就是这个孔呢它的中心线的一个尺寸 Y145这个圆呢是145，然后在145呢这边是一个45度角的地方那4等份它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像这里一个方框的130就代表它这一个是方框130的，所以它是130框的一个马达透过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马达尺寸大概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看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透过刚认识的投影视图再来看它的尺寸，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有时候马达会说这个马达是130框，那我们就会想说130框的意思是什么就代表是这里这个边框是130
那或说是它的孔呢是坏9的坏9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里坏9的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几框的，然后它的螺丝孔是多大的。那再来就是它的总长度像这里202.5就是它的总长度。那我们一般马达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粗心轴就是这个地方。那这里呢，我们刚有学到一个辅助视图就是这样子，从这个视角看，以及细部放大图，我们从这边细部的再放大去看它所以我们从辅助视图可以看出说，这个粗心轴它的外径是 Y22，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这里有一个剑草的宽度是多少宽度是8的，然后在深度是多少，然后这边长度是32，然后透过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其他相对应的尺寸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马达它的资讯所以我们如果有相对应的设计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尺寸来知道说我们别的设计转接板我们要怎么去做它或者是说你想要购买这个马达，我们看到这个尺寸大家知道呢它的大小是多大，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要怎么去看工程图的尺寸接下来呢再介绍更深一点的领域是表面的加工符号那我们刚刚呢有认识了这个前视图、剖面视图以及跟工程图上面的尺寸标注之后呢再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加工符号那这边举个例子像这里有一个这个图示的这个意思代表说这个地方呢是不要加工的所以代表这个面我不要加工。然后其他会有三角形的，那三角形越多代表它这边呢它是要做一个精车的动作，所以这边的表面粗糙度会比较细致那三角形越少的代表它的粗糙度是越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标三角形代表什么？代表这里是要被加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示，它这个外缘这个 Y50 呢标了三角形，代表它外径要车修。然后它这个断面标注的是是一个这个形状，代表它没有加工。所以呢它这里是我们在切断素材的时候，切断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做加工了就以这个面来做一个原本的零件来做使用那这边内孔做加工，然后这个地方内径一样做加工，但是它是三个三角形，代表它要精车那这边再来举个范例这里三个三角形之后又有一个 G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也是在业界蛮常看到的G 的意思代表研磨所以代表说我这个物件呢，这个皮带轮做车修完之后，我这个面是要做研磨的当然这边的标注这样是应该是不正确的这里只是做范例而已一般研磨的话，这两个面应该都要做研磨，这样才是对的那这边是做个示范给大家参考那这边其他的相对应，我们有看到这个表面加工符号呢除了这个形状呢是不加工以外，其他的都是做加工的，那这边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只要认识这样大部分的图面我们就够使用的那这边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咯。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基准面，那在基准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的零件呢在做加工，基准面如果不正确的话，尺寸就会有偏差那这个偏差呢，你一开始可能对于这一块是比较没有概念的那等一下后面有一个章节是公差，那公差呢跟基准面这边就有一点相辅相成的概念。那我们从画面上看到，假设它是一个平板，那平板的话来做加工，那我们看到左边的视图跟右边的视图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然后拉出来一个方框，这个意思代表这是一个基准面这里 A 基准面跟 B 基准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基准面代表说我们一开始呢，我们的零件素材我们需要先加工 A 加工完之后再加工 B， 我们就有一个 A 基准面跟 B 基准面。那这里呢我们来做夹尺的时候，我们就要以这个基准面来做其他尺寸的一个延伸代表说假设我要钻这个孔的话，我要从 A 这个基准面开始，然后往上10 mm， 然后再回到 A 基准面，
再往上25，再回到 A 基准面，再往上40。所以这样的有一个好处，代表说这里孔与孔之间的累积公差呢会比较少，因为我都是以 A 这个基准面做起点，所以回到 A 基准面代表就是归零，归零再回去之后相对就会比较少。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从孔与孔之间来做标注，我直接从下方这个面往上10，然后再继续往上15，再往上15。那我们在孔与孔的移动之间呢，它就会有累积公差。一般这样的话，孔多少都会有比较偏差的问题。那这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制程，我们要制程是怎么样，我们才透过这种方式来做标注。因为有时候右边这个尺寸这个方式的标注也是很常见的。好像我们在做雷射切割的话，一般这样子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以铣床加工的话，一般都会以左边这个方式，我们必须要有基准面。假设你的孔是不重要的，你的孔假设这里我一定是 6.2 了，那假设我要使用的只是螺丝锁附，而且螺丝是 M 的，那 M 的话，那 6.2 的话是非常够用。那也许你也不需要用到用基准面标注，你可以直接像右边这边的标注法，有一般公差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公差后面细节会来做解说。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基准面的概念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基准，然后从基准出发来减少公差累积的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累积公差呢，如果你是比较精密的，你可能在装配就会出现问题。你尺寸都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组装，差别就在这边。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工程图里面的公差。那这边呢，先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公差呢是在工程图的领域是非常深奥的。它虽然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也不是绝对的，是一个参考值。因为公差呢会随着行业别，会随着制程或是加工方式会有不一样的。有时候公差呢并不一定是越细越好，我们要看我们的制程。那这里呢，等一下后面在总结的时候会大概来跟大家提一下。那这边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公差的概念。那这边呢，我们首先看到我们有一个圆柱体，然后中间有一个圆孔，然后跟一个心轴。那假设我们呢心轴跟圆孔要做装配，那这边上面的图示是心轴，它主要都是25，心轴是25的，然后内孔呢也是25。那这里呢，我们就想说，那就装配进去就好啦。那这样子呢，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心轴是25，孔也是25，我们的心轴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的。所以公差的概念在于说，我们的心轴一定要小一点，然后孔要大一点，一小一大，我们在装配的时候才可以有办法装起来。所以我们只要透过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可能常常会听到基孔制基轴制。那我们可以不用想得太复杂。轴的话就是稍微小一点。那这边我们就是用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轴的话我们一般都用车床来加工。那加工的话，我们把它车小容易嘛，所以我们代表说，轴做小 OK。那孔的话，我们就把它想象我们在转孔，转孔的时候有时候会偏差，偏差的时候一般转起来都会稍微再大一点，所以孔会变大。轴车网会变小，我们用这种概念来知道我们公差要怎么去标注它。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呢，我让它的心轴呢是小 0.01 小 0.02。那这个 0.01 呢，通常在业界术语我们会说一条。那这里呢1 mm 里面我们会把它分成100条，所以100条就是1 mm。这里 0.01 代表的是一条，那如果是 0.1 呢 0.1 就是10条。0.5 就是50条，以此类推。这里呢小一条小2条，那这里孔的地方我让它是归零大2条，所以这样的话，假设它是在下线的时候孔是0，但是我的轴在上线是负 0.01， 那这样能不能装配？是可以的，因为呢它的公差小的一条，有一条我们就可以做装配。那如果你的轴呢是标注的是0负 0.01，我们要特别注意公差呢，我们不要做到0对0，
0对0没有办法装配，或者是说它的上下线呢变成说没有办法装配，轴太大，孔又太小，那所以我们公差呢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那其他的我们像是这个地方0正 0.1 代表说它这里呢会比较大，但是这边其实已经有做预留了，所以我可以让它是0，然后大也不要大太多大个10条就好，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像这里呢，我们一般建槽呢用拉刀做所以它的公差1条内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像这边是我们的建槽，那建槽的话这个地方应该会用端洗刀，那端洗刀的话我们给它标注个2条是 OK 的。那这边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的制程是什么有时候你标注太小那制程没有办法做的话，那可能这边我们就要反过来来去更正我们的公差那这边如果呢你要看图的话，我们透过看公差，其实有时候就有办法从这个公差呢来做这个零件的报价有时候看公差就可以知道那这边呢其他的细节就没有探讨，这边就告诉各位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咯。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形状公差，我们刚刚看的是尺寸公差，那形状公差的话，我们从这个视图来看一下这里假设这个基准基准轴是 A 基准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2个圆圈它代表同心度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外径车修的时候呢，我要跟这个轴呢同心度2条，然后这个面呢垂直度垂直度要2条这个意思的概念。这里让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图示那这边就有点像是整合我们刚前面几个章节呢，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这边像是形状公差、尺寸公差，然后还有刚表面的加工符号基准面以及尺寸标注等等的，我们综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像这里还有一个平整度我们希望说这个面呢，它的平整度跟 A 基准面呢有2条所以代表我们可以先从 A 基准面做一个加工，加工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做研磨嘛，加工完之后研磨完这个面，我们靠这个面，然后用量表量这个面的时候呢，它平整度是2条它的标注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像这里还有 B 跟 C 的基准面，代表说我们洗完 A 基准面之后再洗2个基准面，然后其他的尺寸从这2个基准面来做标注那像这里是剑槽钩剑槽钩的话，一般做定位用的话，我们就要有它的垂直度以及平行度那垂直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垂直于B B 基准面这边也是有垂直度出来，我们一般用这个方式呢是要来做一些结构定位用的是这边基本上要做准那其他的尺寸呢，我们从避免累积公差的话，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做标注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呢，我们的沟槽就可以大一点因为我们要用的是它垂直的这个边嘛所以这个沟槽我们其实可以再大一点，我们可以给它标注个尺寸，可以大个10条20条都没有问题那这边细节给大家来了解一下那最主要公差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图面可以看出来，以及说公差其实就是在做设计我们的设计的成败呢，从公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如果你遇到说组装之后没有办法组装代表你可能公差这边需要去探讨一下是哪里要做修正那这边大家认识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工程图的入门认识篇。那我们呢透过投影视图前视图辅助视图等等的这些视图，再加上尺寸、形状公差、尺寸公差、基准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原来我们这些图示呢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图呢你要说它工程图也可以，说它是一张图也可以，它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它，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它达到了沟通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它最终是要沟通的所以你如果发现说你看到一张图你是看得懂它里面的一些个别的符号，但是你又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就代表这张工程图呢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的
我们工程图呢，虽然它是有一个标准，但最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做一些修正，要让它能够传达真正沟通的目的。好，那这里稍微提一下公差的部分。好，那公差呢，并不是说定得越细就越好，我要小个1条2条，甚至更小，公差只要0.01，那这样子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好像我们在做焊接的话，我们通常的公差就不会定得像画面上这么细，定到2条。有时候公差呢，你定这么细呢，人家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因为焊接的话，基本上它的偏白有可能就1 mm 0.5的，或者是说钣金，那钣金在折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几条这么细的，它可能也是要1-2 mm。那这边就是我们透过制程，有时候你不了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供应商的回馈，那最直接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亲手做我们的零件的话，这是最好的方式。虽然说你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制作呢，一样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或是别人告诉你，这也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如果你画完一张工程图，或是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你看着却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做出来，代表是这个图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要去做修正。你如果看得懂也做得出来，代表它基本上大致上80%是不会有问题的，其他小细节我们再去做修正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入门来大家认识一下工程图呢，我们要怎么看它，最终呢，它要达到传达的呢是沟通的目的。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